产后第5天，我还在床上虚弱地躺着，婆婆却因为我奶水不足，当着我老公的面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巴掌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孩子都养不活。她的手掌印还在我脸上发烫。我看着她得意的脸，缓缓拿起了手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王梦瑶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孩子饿得直哭，你这个当妈的还有脸躺在床上？婆婆站在床边，双手叉腰，脸上写满了嫌弃。我刚生完孩子才5天，身体还在恢复期，可她从我进月子中心那天起，就没给过我好脸色看。妈，梦瑶她身体还没恢复，你别这样。我老公张浩尴尬地劝着，但语气里没有什么底气。没恢复，他吃的比谁都多，就是懒。我当年生你的时候，第2天就下地干活了。婆婆说着，突然伸手就要掀我的被子。起来，去厨房给孩子冲奶粉。我虚弱地推开她的手。妈，医生说产后至少要卧床1周，而且母乳喂养需要时间。什么母乳？你那点可怜的奶水，连孩子牙缝都塞不满。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尖锐。我告诉你，别给我装模作样的。我感到一阵心寒。这5天来，我已经承受了太多她的冷嘲热讽。每天半夜孩子哭闹，她都要过来数落我几句。我试图解释，但每次都被她更恶毒的话语堵回去。妈，你别这样说。梦瑶，张浩又想打圆场。你闭嘴。婆婆回头瞪了儿子一眼，然后重新把矛头对准我。王梦瑶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想不想当这个家的媳妇？想当就给我有个媳妇的样子。房间里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我看着这个女人，突然意识到，如果我今天不反击，她会越来越变本加厉。妈，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。我试图最后一次和她讲道理。努力？婆婆冷笑一声，你知道什么叫努力吗？我当年怀你老公的时候，怀孕8个月还在地里干活，你呢？天天躺着跟个大爷似的。她走到婴儿床边，看着正在哭泣的孩子，声音变得更加刺耳。你看看这孩子，哭得多可怜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没用的妈。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我拼命生下这个孩子，差点在产房里丢了半条命，现在却被说成这样。梦瑶，别哭了，我去冲奶粉。张浩看不下去了，准备起身。你给我坐下。婆婆一声吼，这是她的孩子，凭什么要你动手？她不是腿没断吗？自己去。说着，她直接走到我床边，伸手就要拉我起来。我身体还很虚弱，被她这么一拉，差点摔下床。妈，你别这样。我抓住床沿，声音里带着颤抖。我怎样了？我还不能管自己儿媳妇了。婆婆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王梦瑶，你以为嫁到我们家就是来享福的？告诉你，没门。她的话像刀子一样刺进我的心里。我看向张浩，希望他能为我说句话，但他只是低着头，似乎不敢和他妈妈对视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绝望。王梦瑶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立刻给我起来去冲奶粉，不然的话……婆婆的话还没说完，孩子的哭声突然变得更大了。她立刻把所有的怒火都转向了我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孩子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这个当妈的还坐得住？我忍着身体的不适，慢慢撑起身子。我这就去。现在知道去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婆婆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不养闲人，既然嫁进来了，就得有个样子。我刚站起身，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。我扶着墙壁，努力保持平衡。装，继续装，
婆婆看见我这个样子，不但没有同情，反而更加愤怒。我见过的装病的女人多了去了，你这点小把戏还想糊弄我？妈，孟瑶她真的身体不好。张浩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婆婆回头就是对儿子一顿训斥：“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为了个女人，连妈都不要了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就是为了让你娶个祖宗回来供着的。”我听着他们母子俩的争吵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知道今天这个局面，如果没有人服软，不可能善了。就在我准备妥协的时候，婆婆突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，啪！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，房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只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妈，你怎么能打他？张浩震惊地站了起来。我打他怎么了？她是我儿媳妇，我教训她有什么不对？婆婆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她不听话，我就得教她规矩。”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打过，即使是我爸妈，也从来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。王梦瑶，你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婆婆看着我哭泣的样子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家里，我说了算。你要是再敢给我装病偷懒，这一巴掌就是下场。我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，心中的愤怒达到了顶点。但更让我寒心的是，张浩虽然看起来很震惊，但明显不敢和他妈妈正面冲突。这一刻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。我缓缓拿起了床头柜上的手机。你要干什么？婆婆看到我的动作，眉头皱了起来。我没有回答她，而是直接拨通了一个号码。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爸，我的声音颤抖着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。我被打了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了我爸低沉的声音：“谁打的？”张浩的妈妈。我现在在坐月子，她说我没用，给了我一巴掌。我看着婆婆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婆婆的脸色瞬间变了，她似乎意识到事情可能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爸爸马上过去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我知道这种平静意味着什么。我挂掉电话，看着房间里的3个人。张浩一脸紧张，婆婆的表情从得意变成了不安。孩子还在床上哭泣，你给你爸打电话干什么？婆婆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风暴。只是她不知道，我爸王建国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人。孟瑶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张浩紧张地看着我。有什么事我们关起门来说，不行吗？关起门来说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们家关起门来的规矩就是可以随便打我吗？婆婆这时候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了，开始试图挽回。孟瑶啊，刚才是我一时冲动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现在知道叫我孟瑶了。我看着她，刚才不是还在说我没用，说我是祖宗吗？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。张浩在一旁不停地搓手，显然是第一次面临这种情况。他从小就被他妈妈管得死死的，从来没想过有人会挑战他的权威。孟瑶，要不我们先把孩子安抚一下？张浩试图转移话题。孩子，我看向婴儿床，刚才是谁说我没用，说我连孩子都养不活的，现在又关心起孩子来了？婆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她大概是感觉到了危险，开始试图进行最后的挣扎。王梦瑶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是长辈，教训你几句怎么了？你还要告状不成？教训？我摸着还在发烫的脸颊，您觉得打巴掌也算教训吗？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声音。不到20分钟，
楼下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梦瑶在哪？我爸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，听起来很平静，但这种平静让整个房间的人都感到了压力。张浩慌忙跑到门口：“爸，您来了。梦瑶在哪？”我爸没有理会他的寒暄，直接推门进了房间。当他看到我红肿的脸颊时，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变了。我爸今年40多岁，在建筑公司做项目经理，常年在工地上管理几百号工人，身上有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。怎么回事？他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，声音温柔，但眼神冰冷。爸，我刚要开口，婆婆就急忙插话：“亲家，这真的是个误会。”婆婆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我们家里的小矛盾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我爸缓缓转过头，看向婆婆，那种眼神让房间里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几度。误会？她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重锤一样。您觉得打我女儿是误会？婆婆被她的气势震慑住了，说话开始结巴。我就是教育她。教育？我爸走向婆婆，您用什么身份教育我女儿？我是她婆婆。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小。婆婆？我爸冷笑一声，您配吗？这句话如同重锤般砸在婆婆心上。她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质疑过自己的权威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爸，您别这样说。张浩试图为他妈妈辩护，但声音很虚弱。我爸看向张浩：“你是她老公？”是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妻子在坐月子期间，身体最虚弱的时候，你让你妈妈打她，这就是你们家的家教？张浩被问得哑口无言。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在他的世界里，妈妈永远是对的，妻子就应该听话。我没有让我妈打她。他弱弱的辩解：“没有让？那你阻止了吗？”我爸的每个问题都像刀子一样锋利。你看着你妈妈打你妻子，你做了什么？房间里安静的只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张浩低着头，说不出话来。我爸重新看向婆婆：“张女士，我女儿嫁到你们家，不是来当出气筒的。她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虚弱，需要的是照顾，不是打骂。”婆婆想要反驳，但在我爸的气势面前，完全说不出话来。亲家，这真的是个误会。婆婆还在试图挽回局面。我对我们家梦瑶平时很好的，就是今天，你们家梦瑶……我爸打断了她的话：“她什么时候成了你们家的？她姓王，不姓张。”这句话让婆婆彻底懵了。在她的传统观念里，女人嫁到男方家里就是男方家的人了。她从来没想过还有人会这样质疑。而且我爸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们家真的把她当家人，会这样对待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吗？”张浩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：“叔叔，我妈妈她就是性子急，没有恶意的。”性子急？我爸看着张浩：“那我性子也很急。我现在想替我女儿讨个公道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”这句话让房间里的空气都凝固了。婆婆开始真正感到害怕了。她看得出来，眼前这个男人不是在开玩笑。“爸，您别动怒，我们好好谈。”张浩慌乱地说。“好好谈？”我爸冷笑：“你妈妈打我女儿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好好谈？”我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有人为我出头，第一次有人把我当成真正需要保护的人。我爸走到我身边，轻声问道：“梦瑶，你想怎么办？”我看着房间里的3个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婆婆现在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，低着头不敢看我爸。张浩在一旁不停地搓手，汗水都冒出来了。孩子还在哭泣，但没有人去管。“爸，我想回家。”我轻声说道。
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张浩和婆婆都震惊了。孟瑶，你别冲动。张浩急忙说道，有什么事我们慢慢解决。解决？我看着他，你刚才在哪里？你妈妈打我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张浩被问得哑口无言。他确实在场，也确实看到了，但他没有阻止，甚至没有严厉地制止他母亲。孟瑶，我以后会保护你的。他试图挽回。以后？我冷笑一声。张浩，我们结婚3年，你保护过我几次？每次你妈妈为难我，你都说让我理解，说她年纪大了，说她是为了我好。现在她打了我，你又说以后会保护我。婆婆这时候也慌了。孟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走啊。我爸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，但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决定。张女士，我看着婆婆，您刚才不是说这个家不养闲人吗？那您放心，我走了就不会再给你们家添麻烦了。不行，婆婆突然大声说道，孩子怎么办？孩子不能没有妈妈。现在想起孩子了，我心中冷笑，刚才他可是说我连孩子都养不活的。我爸这时候开口了，孩子的事我们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，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我女儿不能再在这种环境下生活。法律途径？张浩慌了，爸，不至于吧？不至于。我爸的声音变得严厉，打人不至于诉诸法律，那什么才至于？要等他出人命吗？婆婆听到这话，腿都软了。亲家，您别吓唬我。吓唬？我爸拿出手机，我可以现在就报警。家庭暴力，有人证，有伤痕，警察会很乐意处理这种案子的。房间里瞬间死寂，谁都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张浩跪了，真的跪了，爸，求您了，这事千万别报警。他跪在我爸面前，我妈妈，她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张浩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这个男人结婚3年来从来没有为我跪过任何人，现在却为了他妈妈跪了下来。孟瑶，求你了，别走好吗？张浩转向我，眼中带着泪水。我保证，我妈妈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对你了。我看着他，心中突然想起了这3年来的种种委屈。张浩，你记得我们结婚那天，你对我说过什么吗？他愣了一下，显然不记得了。你说你会保护我一辈子，不让任何人欺负我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这3年来，我被你妈妈欺负了多少次？你保护过我吗？张浩低下头，说不出话来。每次我和你说你妈妈的问题，你都说我小题大做，说我不懂事，说我应该孝顺长辈。我继续说道，但今天他打了我，你还觉得我是小题大做吗？婆婆在一旁听着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她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这样的后果。孟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她的声音变得很小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。我爸这时候说话了，张女士，您知道什么叫太晚了吗？我可以补偿。婆婆急忙说道，我可以给孟瑶道歉，我可以好好照顾她坐月子。补偿？我爸冷笑，您觉得我女儿缺您什么？这句话让婆婆彻底明白了什么叫差距。我爸走到窗边，看了看外面，然后转身对我说，孟瑶，收拾东西吧。不要！婆婆突然扑过来，想要抓住我的手。孟瑶，求你了，别走！我爸一把拦住了她，您别碰我女儿。孩子呢？孩子怎么办？婆婆哭了起来，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啊，孩子有妈妈。我爸平静地说，但妈妈不一定要在这里受委屈。张浩还跪在地上，叔叔，求您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机会？我爸看着他，3年的时间还不够吗？我慢慢站起身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动作很慢，
因为身体还很虚弱，但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决绝。梦瑶，你真的要走？张浩的声音里带着绝望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着他。张浩，如果有一天我爸妈这样对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他愣住了，显然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如果我爸妈不让你吃饱饭，不让你睡好觉，天天骂你没用，最后还打你一巴掌，你会怎么办？我继续问道。张浩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真的是那样，他早就翻脸了。梦瑶，我以后会管好我妈的。张浩还在做最后的努力。管？我看着他，你管得了吗？这3年来，你管过几次？婆婆在一旁哭得更厉害了。梦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把你当女儿一样对待。女儿？我冷笑一声，您会打自己的女儿吗？他被问得哑口无言。我爸这时候开口了。张先生，我女儿要离开，但孩子的抚养权问题，我们会通过正当途径解决。如果你们真的爱这个孩子，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好好想想怎么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。爸，真的不能再商量了吗？张浩的声音里带着颤抖。商量？我爸的语气变得更加冷漠。你们家的商量方式我见识过了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抱起了还在哭泣的孩子。小家伙可能感受到了什么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梦瑶，你不能带走孩子！婆婆突然激动起来。孩子是我们张家的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爸。张家的？她走向婆婆。孩子是我女儿生的，凭什么是你们张家的？婆婆被她的气势吓到了，连连后退。而且我爸继续说道，你们连孩子的妈妈都保护不了，有什么资格要孩子？爸，我们走吧。我抱着孩子，看着房间里的3个人，张浩还跪在地上，婆婆哭得像个泪人，只有我站在那里，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梦瑶，最后求你一次。张浩的声音已经完全哑了。我看着他，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悲哀。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这个男人。他30岁了，但在他妈妈面前，永远都是个孩子。张浩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说道。你说。他抬起头看着我。如果你必须在我和你妈妈之间选择一个，你会选谁？这个问题让房间里彻底安静了下来。张浩张着嘴想要回答，但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只是不敢说出来。我看着他这个样子，突然笑了。张浩，其实你不用回答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我转身走向门口，我爸跟在后面。梦瑶，婆婆突然大喊一声，你这样做对得起张家的养育之恩吗？我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身。张女士，我想问您一句话。什么？您觉得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保护不了的男人，能保护得了孩子吗？这句话如同重锤般砸在所有人心上。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房间。楼下，我爸的车已经在等着了。司机老刘看到我们下来，立刻上前帮忙拿行李。王总，夫人，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吗？老刘关切地问道。先回家，我爸简短地回答。车子启动了，我透过后视镜看到张浩从楼上跑了下来，站在楼下大喊着什么，但我已经听不见了，也不想听见。孩子在我怀里安静了下来，似乎也感受到了安全感。梦瑶，痛不痛？我爸轻声问道。我摇摇头，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委屈，因为愤怒，因为终于有人为我出头的感动。爸，我做的对吗？我问道。孩子，我爸握住我的手，一个人的底线是不容任何人践踏的。你今天做得很好。我靠在父亲的肩膀上，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安全感。身后，
张家的房子越来越远，但我的心却越来越轻松，因为我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。回到娘家，妈妈早就在门口等着了。她看到我脸上的手印，眼泪立刻涌了出来。我的女儿，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我的脸颊。怎么会这样，妈？我没事。我勉强笑了笑。没事，什么没事？妈妈愤怒地说道：“这是什么人家，欺负到这种程度？”我爸将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。妈妈听后更加愤怒：“王建国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”我爸的声音很冷：“明天我就去找律师。”当天晚上，我的手机响个不停，张浩打了无数个电话，发了无数条信息，但我一个都没有回复。梦瑶，求你回来吧！我妈妈，她真的知道错了。梦瑶，孩子需要妈妈，你不能这样。梦瑶，我们好好谈谈，什么条件你都可以提。看着这些信息，我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爸真的去找了律师。律师听完我爸的叙述，立刻表示可以帮我们处理这个案子。家庭暴力案件，我们处理过很多起，根据您的描述，对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，可以追究刑事责任。律师很专业地分析道：“我们要求什么？”我爸问道。首先，要求对方公开道歉；其次，要求精神损失费；最后，孩子的抚养权问题，我们有很大的胜算。当天下午，张浩就带着他妈妈来了。婆婆一进门就跪了下来：“梦瑶，求你原谅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我看着跪在地面上的这个女人，心中没有一丝快感，只有悲哀。张女士，您现在知道跪了。我平静地说道：“昨天打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”我一时糊涂。她哭着说道：“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张浩在一旁也是满脸愧疚：“梦瑶，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。”我爸这时候开口了：“道歉可以接受，但必须是公开的。你们要在家族群里，在朋友圈里向我女儿公开道歉。”张浩犹豫了：“怎么，觉得丢脸？”我爸冷笑：“打人的时候不觉得丢脸，道歉就觉得丢脸了。”婆婆赶紧说道：“我道歉，我公开道歉。”第三天，婆婆真的在家族群里发了道歉信息：“各位亲戚朋友，我张春梅在此向我儿媳王梦瑶郑重道歉。前几天因为我的冲动和无知，在她坐月子期间对她进行了言语和身体上的伤害，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向梦瑶和她的家人道歉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尊重每一个家庭成员。”这条消息一发出去，整个家族群都炸了。张浩的姑姑春梅，你怎么能打媳妇？太过分了！张浩的舅舅孟瑶，那孩子多懂事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张浩的表哥，这种事都能做出来，真是家门不幸。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爸也在群里发了话：“各位亲戚，我女儿王梦瑶已经决定离婚，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女儿，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，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。”这句话如同核弹爆炸，整个群瞬间安静了。几分钟后，张浩的大伯发话了：“建国兄弟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别这么绝情。”我爸回复得很简单：“打人的时候怎么不说绝情？”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。1个月后，离婚手续办完了，孩子的抚养权归我。张浩每月支付抚养费，每周可以探视1次。婆婆最后一次见我是在民政局门口，她看起来苍老了很多，头发都白了不少。“梦瑶，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？”她最后问道。我看着她，心中已经没有了恨意。张女士，有些事情做了就是做了，没有后悔药可以吃。可是孩子，
孩子会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一个没有暴力、没有冷暴力的环境。张浩站在一旁，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他还在纠结，还在想着怎么平衡母亲和妻子的关系，但我已经不想再给他机会了。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有些伤害造成了就是造成了。现在的我抱着孩子站在阳光下，心中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因为我知道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随意践踏我的尊严了。那一巴掌不仅仅打醒了我，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自我保护。有时候最好的反击就是彻底离开，让那些习惯了欺负别人的人失去被欺负的对象，这就是我的胜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